这女人长得还行，但她嘴实在太臭了。人家拍了个自拍，她张嘴就骂，怎么事儿？这么小的屏幕也能抓下一辆坦克，还能给坦克开美颜？人家拍了个食物吧，这女的还是骂，你拿脚拍的吗？这么好的食物让你一拍都变成泔水了，看得我都想。很明显，嘴臭女的这一番话直接激活了俩同伴的米花杀人血统。三人行必有一失，没一会儿，她的尸体就伴着旁边河里血红的液体飘了下来。大叔一个下水，疯狂狗刨救下了尸体。根据丰富的验尸经验，大叔确定这个潮汐海灵已经寄了。您的死了吗？订单已送达。画面一转，汪汪队瞬间不是搜查一科瞬间赶到。木木看到毛利这瘟神都麻了，怎么每回扫黄都有你？这会儿死因也查出来了，这人不是被淹死的，而是脑壳子被干碎了。哦，那水里那堆红色的玩意儿又是啥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，这是岳飞诗里的玩意儿。你没听过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吗？咱讲话呢，这玩意儿我只背过，还真没见过。警方搜查时，在上游的小屋发现了死者的一个自拍杆，而死者的手机里也确实有他一张做作的自拍照。自杀不是意外，绝对是意外。下班他肯定是自拍的时候脚下一出溜，把自己脑壳干碎，嘎了。突然柯南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起案子有可能是自杀，但这起案子是自杀有点不太可能。案发那会儿，死者的俩朋友都说要去办点事儿。小绿说他手机没电了，小紫说不好，我手机内存也不够了。那我们也出去一下吧，也好。咱讲话的手机没内存，你直接说你要去杀人了，那多好。这蹩脚的理由八成是他俩一起杀的人。柯南赶忙来到上游漂尸体的小屋，奇怪，荒废许久的水车这会儿竟然转了起来，屋里还有个被移动过的冰块。随后，这个战地记者又来到了小屋的室外，突然一块石头立大功，放倒了死神。带刺的玫瑰赶忙补上伤害，划破了柯南的手臂。但这会儿柯南一抬头，竟发现面前有个鸳鸯锅。竟发现面前湖面上簇拥着大片满江红，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发现小屋的门前有两条车轱辘印儿。望着面前这条小河，柯南懂了。回到旅馆，柯南直接一波极限拉野怪仇恨，一针麻醉放倒了大叔。优雅，实在是太优雅了。OK， 某些想去网吧包宿的给我站住，这是一起谋杀，都给我留下加班。何を言っておるんだね。つい今しがた君も転落事故だと言っていたじゃない。其实凶手就是死者的朋友，他先发消息把死者叫了出来，然后又找了个借口独自来小屋边跟死者见面，求他教给自己都市猎人的自拍方法，所以死者就当场整了个活。随后凶手又将他带进了小屋里，趁他不注意，一个大冰块直接给他医保卡砸欠费了。小屋里有些不自然的痕迹，那就是凶手清扫脚印时留下的。之后凶手用小车把尸体推出小屋，把他扔进了湖里，并留下了一个自拍杆，把他伪造成了失足少女。你差不多得了啊，尸体那会儿可是飘下来的，而且这俩女的当时还在跟你喝皮皮，有不在场证明啊。高木去，只见高木拧动了上游的阀门，下一秒水流爆射而出，整个小河瞬间飘满了红色的液体。原来凶手是先将尸体放在湖里，然后扭动阀门，这样等湖里蓄水量够了后，水流就会推着尸体飘向下游。凶手就是利用蓄水的时间给自己做了不在场证明。我说的对吧，小绿女士？你的手上有一些轻微的划痕，尸体的身上也有。我想这就是你在搬运的时候被带刺的玫瑰划伤的吧？他回谤我呀！他在回谤我呀！犟嘴！你作案时用的手套的工具，现在应该就藏在你的包里吧？高木，给我狠狠的翻！果然，小绿的包里藏着一副带血的手套。咱讲话呢，为啥不让高木早点辣爪翻包？你们牵他来是干啥的？人赃并获，小绿绷不住了，碎下承认了罪行。原来她仨是好闺蜜，在摄影行业本来都有光明的前途，还准备一起比赛，可谓乾坤为马，你我皆是黑定。但比赛那天，小绿发布作品时，评论区却突然出现一个开团的黑粉，紧接着他的评论区就全是动图。最后一查，这个黑粉头子竟然就是自己的好朋友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我一直以为他是真爱粉，但他竟然开我的团。突然，小紫给了小绿一个大逼斗。为什么你不和我商量一下呀？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对不起。怎么事儿？商量一下怎么更好的杀掉他吗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当黑粉，不然很有可能被人一冰块把医保卡都给砸欠费。